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ATS 千呼万唤啊，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台车，终于来到 Malaysia 了，终于 official launch 了。我们听这个传言听了1、2年，也就是在差不多2022年还是2023年年头的时候呢，我特地为了这一台车千里迢迢过一条桥过去新加坡，就是为了看身边这一台 BYD 海豹。当时候我们看到的海豹呢，还是一个左驾版本，虽然在新加坡展出，新加坡跟我们 Malaysia 一样是一个右驾版，但是那时候展出的版本是一个从中国直接引进摆在那边给人家看、给人家摸的中国版本。拍了那一部影片过后呢，我个人真的很喜欢那台车，那台车的流量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可见大家都很喜欢 BYD 的海豹这一款车。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千里迢迢的飞到中国为大家试驾比亚迪的海豹。像这台车呢，那时候试驾过后，我觉得啦，如果要拿它来跟它的另外一家竞争对手做比较，一样是 sedan， 一样是电动车，什么什么3的，2台给我选的话呢，我会选择 BYD 的海豹啦，因为它的配置来得更加丰富。你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这一段，可能就已经准备好你的手指在键盘那边打字写这辆车没有 Autopilot， 所以是输了咯。但是我问你们，有多少个人真正使用 Autopilot？ 你从你的家去你家的附近巴萨，你会用 Autopilot 吗？而且 Malaysia 对 Autopilot 这个东西有超级无敌多的限制，即使你花钱加购，哇，好像是要花3万多块跟那个品牌加购啊，都不能在马路上面顺畅的使用。那倒不如把那个钱省起来，买一台又更加帅气又更加好看的比亚迪海豹。影片开始前，就让我们来看一下70迈的最新产品70迈 A810。70迈 A810，它是一个支持拍摄4K HDR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哦，而且它的主摄镜头啊是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IMX678的镜头，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的帧率哦。一般上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都是24 frame per second， 而70迈的 A810呢，它是可以支持比它们高3倍的帧率啊，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有一些车他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得到他们的车牌号码，还有他们的车的动态。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摄镜头以外啊，在后方的镜头呢，还是一个全高清的 HDR 后方拍摄镜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AI Detection 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呢，这一次在A810上面也是搭载的哦。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也可以买70迈的4G Hardware Kit 哦。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一点真的太 good job 了。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迈 A810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 A810的价钱了啦。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镜上方呢，有几颗镜头啊，不是内置的 A810啊 ，A810还是要自己去买啦。这个镜头呢是用来侦测前方车辆，因为这台车呢也是有进阶式的 ACC 自动跟车，它的自动跟车是更加的 smooth、更加的顺畅、更加的智能啊，肯定是比我的 Vios 强很多就对了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Malaysia 版本跟中国版本的海豹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啊？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Interior 啦，就是从左驾版换成了右驾版。等一下我们会上车体验一下它的整个前座的这个舒适度，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等一下也会提到。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车身侧面，看到吗？这个整个往外凸，看起来有一点突兀的这个车门把手啊，其实是可以内缩的哦，也就是讲你在解锁车过后，它才会往外凸出来。当你锁车或者你的车在行驶的时候，这个门把手是会往内收进去的 ，Aerodynamic， 连我的 Type R 都没有 Aerodynamic。车轮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我们在中国啊看的轮胎是 Continental 的 Eco Contact 6， 这一个也是一样的轮胎，也就是讲那时候我们在狂风暴雨啊一个台风天气试驾那台车的时候用的轮胎就是这一个轮胎。轮胎尺寸方面是235/45R19 19寸的 Sport Rim， 这个 Sport Rim design 你们觉得好看吗？我是觉得有点像 Atto 3的 design 啦，不过 Atto 3
背是18寸啊，这个是19寸，更加大的 size。如果是我买这台车啦，应该会把这个 rim 换掉了。这个 rim 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电车的 rim， 我不知道为什么电车的 rim 好像就是长这个样，然后 hybrid 的车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就没有那么运动啦。我会把它换成一个更加运动化的 sport rim。然后来到 Malaysia 没有 cut spec 啊，这个全景大天窗一样是保留的，这一点非常的 good job。然后我身边这一台呢是一个最高阶版本啊，就是前后双马达版本，然后还是一个长续航版本。我们可以在它的尾箱盖这边看到有一个 BYD 的 seal， 然后还有一个 3.8S。3.8S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在几年前，可能10几年前、20年前的一些汽油车，流行把汽车排量放在后面啊，3.8S 可能就是一个3.8 liter S 版。可是这个3.8S 的意思是3.8 second， 没有错。这台车0百加速只需要3.8秒，哇老喂，超快，简直就是超跑等级了。所以我真的很期待我把这台车开进Sepang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而且它还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版本，4轮驱动版本。相信在Sepang里面跑的时候呢，整个感觉一定是非常的有安全感的。然后当然这一台车也没有 cut spec， 来到Malaysia一样有一个电动尾门的功能啊。我知道有某些品牌在他们的国家是有电动尾门，来到Malaysia就没有了。但是 BYD very good job， 依然保持了一个电动尾门，而且这个后箱的这个内部空间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大一下的。缺点就是它比较平坦啊。如果是讲你们已经习惯比较深下去的那种尾箱空间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窄啦。当你在放一些比较肥大、比较肿大的行李箱的时候，你只能放躺，你不能放站，应该会卡到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拉起来看呢，下面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啦，跟我的 Vios 一样，但是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你可以放一些你的比较少穿的球鞋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放进去。这台车的外观其实跟那时候我们在中国拍的整台几乎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啊。如果你们错过了那一部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这个 link 过去看一下，我们在中国为大家带来的比亚迪海豹的试驾体验。那 interior 方面，我们现在就上车来讲一下啦。Let's go。OK， 要上这台车之前，你们看这个车门把手是往内收的。当然现在的情况呢是一个锁车情况啦，所以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把这个按钮按一下，它就会伸出来了，非常的科幻啊，好像 Cyberpunk 这样。然后我们上来这台车体验一下，启动这台车的方式呢，就在这边有一个按钮，只需要按一下它就启动了。里面全黑的 interior 设计 ，dashboard。门板、车顶、ABC 柱全部都是真灰，接近黑色的一个颜色，所以呢，可能有些人坐进来会有少许的压迫感啊。老实讲，我自己坐进来也是有一点点压迫感啦，就是好像有一点很背这样子。但是其实它的内部空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们讲这个前排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往横来算的话啦，这个宽度大概是一个 C segment 这样子的一个等级，大概是 Civic FE 的那一种感觉。然后这个椅子是电动调节的，倾斜角度这些全部都可以用这个按钮来调节。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这台车呢没有可调式的这个 headrest 哦，但是它这个 headrest 超级无敌软，这个你们一定要去 showroom 体验，软到好像我家的那个枕头一样。Steering wheel 是可以做到上下前后调整，当然不是电动的啦。它是手动的，我本来还以为会是电动，结果是手动罢了。它的这个 gear knob 啊，非常的漂亮，是一个水晶设计哦，有一点 Volvo 的 feeling 啊，真的很好看。这个立东西很加分啊，整个 interior 看去就是很高档。中间这个大荧幕呢，真的是一贯的巨大，也大过 Atto 3。然后还有一个它的招牌动作，就是一键旋转啊。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一键旋转到底有什么实际的这个用途啦，我是觉得打横就好了。如果这个东西cut掉梦可以看几千块嘛，这辆车 BYD 可以考虑一下，卖便宜一点。然后整个 interior 我们之前也是介绍过了，中国版本跟 Malaysia 版本一样，都是这种全皮革加上一些麂皮。好像Alcantara这样子的这个皮革，然后一样有氛围灯，而且是可变色的氛围灯。整个前座的坐姿，还有它的整个舒适度，在静止状态下高分，尤其是它的椅子大张到好像沙发这样，而且很软，坐下去感觉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后座，其实我很喜欢电动车的后座，因为不管是什么 segment 什么 size 啊，它的后座一定是很宽的。好像前座呢，刚刚我是坐到一个我的个人舒适坐姿，然后再往后
调了多一点点。现在你可以看到，我坐在这个后座啊，这个膝部空间距离超级无敌巨大，而且这个沙发 ，OK， 我不要称它为椅子，我称它为沙发。我的膝盖啊，在这边膝盖的弯角处跟这个沙发平行的，也就是讲。腿部是有100%的支撑。如果你是一个小短腿啊，或者你是一个小孩子坐在后座，可能你的膝盖都没有位置给你弯下去，因为这个沙发真的太大张了。然后椅背倾斜角度也是 very good。我觉得哦，我好像在卖这辆车嘞，没有打算要讲它这样多优点的。可是你们真的一定要去 showroom 看，这个真的是太舒服了，很大这个后座，然后跟前方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头枕是可调的，中间有一个 armrest 可以翻下来，上面有2个自备。长途行驶坐在后座会比较舒服啦。这一台车后座当然是具备冷气出风口，但是没有温度调节的这个按钮或者旋钮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如果你坐在后座，你往头上一看，够力啊，超级无敌大个的天窗。这个才是真正的全景天窗，看到吗？这个中间是没有一直横梁的，所以整片都是大玻璃。当然，这台车里面还有很多小小的细节哦，包括后座啊会有这个触控式的这个阅读灯啊，在这个 B 柱的位置也是有这个 Data Rehu， 然后全车都有 airbag， 旁边也是有 airbag。然后有些车啊，后座跟前座的 material 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仔细去观察的话，有些车啊，前座 material 给你 very good， 后座呢门板就没有皮了啦，或者后座就给你一个比较差一点的 material， 但是这台车不会哦，坐起来它的皮革的这个柔软度跟前座是一样的，门板上面的这个皮革包覆，还有这个类似 Alcantara 的麂皮包覆呢，也是跟前座一模一样，没有 cut spec， 没有 cut cost。讲到那么好，这辆车讲到好像我是 salesman 这样，我还是要讲我不喜欢的点。这辆车呢，有太多 BYD 的字样了，整台车都是 BYD 的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多个 BYD 的字。Steering wheel 有 BYD 的字是很正常啊，椅子这个头枕的位置也是有 BYD 的字，这个下面有 BYD 的字，这个 OK 可以接受。这个车门把手上面又是 BYD 的字，打开后座，后座的头枕上面又是 BYD 的字，车灯里面 BYD 的字，在那么靠近的距离里面 BYD， 大灯里面也有 BYD， 前面 Fender BYD Design。当然讲了那么多个 BYD， 还不包括 Rim Cap 啊 ，Rim Cap 有它的品牌，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整台车都要 BYD？ 谁不懂这是 BYD 啊？到底是有几自恋？我觉得可以不用这样多啦。你看每一个车门把手上面啊，到处都是，不用这样多的啦，阿嘎阿嘎就好了。但是有一个可以庆幸的就是，它没有在后面放 Build Your Dream 了啊，那个 Build Your Dream 我真的不喜欢。BYD 还是好过 Build Your Dream， 但是就是有一点多啦。想象一下，你去吃一个炒饭，炒饭放一点盐比较有味道，但是你放太多就不好吃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嘟下去，因为接下来我们就会试驾这台车了，我们会把它真正的开上马来西亚公路，体验给大家看，驾起来是什么样的 feeling。我们不是在 lab 里面驾了啊，我们不是在他们的官方场地试驾，我们真的是把它开在路上行驶试驾，体验给大家。好，今天就先这样子啦，我们下一集 BYD 海豹试驾体验见 ，Goodbye。